李道酒后冒犯了公主，被发配至边塞死囚营，结果他意外觉醒了杀敌豹属性系统，从此杀人便可无限变强。至此，大钱少了一个纨绔伯爵，多了一个屠戮无数的人血。李道被困在昏暗的牢房里，突然惊醒过来，他环顾四周，发现自己被困在潮湿的环境中木质的牢笼里，独自一人，身穿破烂的白布衣，胸前写着囚字，背后则是死字。这是他现在的身份，一个被囚禁待死的人。牢房中还有其他人的身影，他们都是和他一样的死囚，让李道感到绝望和无助。他想起了自己的前世记忆，这一切都源自那场宫宴，他头疼欲裂，而皇帝又在上面讲话，他无法私自退席。为了镇痛，他便不顾一切的饮酒。然而醉酒之后，他误闯了一间宫殿，遇见了那位绝美的少女明月公主。在醉酒和失控的状态下，他犯下了难以挽回的错误，这个错误将他推向了绝望的深渊，让他的命运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他清晰地记得自己被带到大前皇帝面前的场景，以及那股绝望和恐惧混合的氛围。他也记得大前皇帝怒不可遏的样子，以及明月公主出面保住他性命的情景。但这一切都无法改变他现在所处的困境，他成为了死囚，身处死囚营，等待着注定的死亡。然而李道并非一蹶不振之人，即使命运如此残酷，他也不愿轻易放弃生的希望。在这阴霾笼罩的环境里，他唯一的动力就是求生的欲望。他知道只有活着才有可能改变命运，才有可能重获自由。吆喝声打破了他的沉思，他被拉回了现实。一阵骚动中，狱卒们带着饭菜进入了牢房。李道顺从着排队接过自己的份额，一碗清水，一块灰黄色的面饼，这就是他的一天的食物。虽然简陋，却是他生存的唯一依靠。在李道准备享用他的简陋面饼时，突然一个高大的身影笼罩在他身上，将他投入了阴影之中。小子，把你的饭给我！李道抬头一望，只见一个身高约1.9米的壮汉挺身而立，他脸上有一道长长的疤痕，显得格外狰狞。此刻他的眼神充满了贪婪和欲望，盯着李道碗里的软面饼。对于这样的壮汉来说，这点饭根本不足以填饱他的肚子。对于他来说，抢夺他人的食物填饱自己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。在他看来，李道这样瘦弱的小白脸肯定不敢反抗，于是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下手。李道并没有反抗，而是默默地低下了头。壮汉得意地笑了笑，蹲下身子，伸手向着李道的碗里抓去。牢房里的其他囚犯看到这一幕，各自的表情却没有任何同情之情，只有戏谑、冷漠和玩味。因为在这里，弱肉强食，适者生存是唯一的规则。然而在壮汉即将抓取面饼的时候，他突然感到一股莫名的寒意袭来。就在这时，李道突然抬起头来，右手迅速伸向壮汉的面门，扑哧一声，一道锋利的物体刺入了壮汉的左眼。壮汉发出一声凄厉的惨叫，手上的碗掉在了地上，而他的左眼处已经插入了一根尖锐的木签，鲜血顺着眼眶流淌了出来。然而这还不是结束，李道迅速将双手上的锁链套在了壮汉的脖颈上，用力往后一拉，壮汉顺势摔倒在地。接着他将双脚踩在壮汉的肩膀上，再次用尽全身力气，锁链愈发紧绷。壮汉拼命地挣扎着，但束缚在脖颈上的锁链让他无法逃脱。最终他选择了求饶。李道面无表情地拉紧了锁链，直到壮汉再也没有任何挣扎的迹象。然后他长舒了一口气，躺在地上。对于杀人的恶心感，他并没有产生，因为在死囚营中，生存就是一场无情的游戏。在这里，杀人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。过了一会儿，李道站起身，将手上的锁链从壮汉的脖颈上取下来。然而由于用力过猛，锁链在壮汉的脖颈上留下了一道深深的青紫色的痕迹。他捡起地上的面饼，走到一个角落，默默地开始进食。其他囚犯看到这一幕，纷纷避开，仿佛李道是个恶鬼般。在死囚营中，杀人虽然再普通不过，但那些不露声色、无情无义的杀人犯却是最让人畏惧的存在。而此刻，李道正展现出了这样的特质，让所有人都不敢轻易招惹他。坐在牢房角落的李道望着手中的面饼，准备享用这难得的一餐。他心里感到一丝满足，毕竟在这个阴暗的地方，能吃上一口热腾腾的食物已经算是一种奢侈了。然而就在面饼快要送进嘴里的时候，他脑海中突然响起一道声音：叮，完成对敌手杀，杀敌豹属性系统激活。李道一愣，仿佛被电击了一下。他怔怔地望着面前虚幻的面板，脑海中出现了系统的介绍。原来他竟然拥有了一个名为杀敌豹属性系统的神奇系统，只要杀死敌人，就能获得他们的属性，并提升自己的实力。李道心头一动，不禁陷入了沉思。这个系统来得太突然，太不可思议了。在犹豫片刻后，李道下定了决心。
他毅然决定尝试一下系统的效果。他看了一眼系统面板，上面只有3行简单的信息，但足以改变他的命运。他把剩下的属性都添加到了体魄上，瞬间，一股热流涌入了他的身体，仿佛重新点燃了他的生命之火。他感到身体变得更加强壮，肌肉线条更加明显，连头脑也变得清晰了许多。李道意识到，体魄这个属性包含了他整个人的实力。这个简单粗暴的系统让他感到惊喜，因为他知道自己的实力得到了显著的提升。然而，他并没有停下来，他继续将剩余的属性都添加到体魄上。一股更强烈的热流涌入了他的身体，他感到自己仿佛经历了第2次发育，力量和体魄都得到了极大的增强。李道握紧了拳头，感受着手铐和脚镣间的力量。他知道自己已经变得强大，即使只是一种错觉。他明白，要达到真正的强大，还需要不断努力和成长。尽管系统给予了他这样的力量，但李道并不想成为一个无脑的杀人机器。他明白，自己的内心才是真正的决定者，因此，他决定不会轻易的去伤害无辜的人。咕咕，李道轻轻摸了一下饿得咕咕叫的肚子，一股饥饿感涌上心头，比之前更加强烈。身体变强，食量也跟着变大，这是理所应当的。可惜他只有1块发泡的面饼，远远不够填饱现在的胃口。他将手掌拍了拍面饼上的灰尘，然后毫不犹豫地把它塞进嘴里。然而，吞咽下去后，他却感觉不到任何饱足感，就像吞咽了一片空气一样。他明白为什么之前的壮汉会为了食物而争抢。对于一个强壮的人来说，这点东西连顿口水都称不上。李道依偎在墙边，微闭双眼，右手握着一根被磨尖的木刺。尽管他的身体已经比常人强壮了2倍，但仍然是凡人，容易受伤害。他听到一阵噪音，微微睁开眼睛，看见2名士兵打开牢门走了进来。士兵兴高采烈地拿出一把小刀，蹲在壮汉旁边。他轻巧地从壮汉的左耳上划下一道口子，血淋淋的耳朵随即被切了下来。士兵一点也不觉得恶心，反而满意地将耳朵包在一块破布里，放进怀里。最后，2名士兵拖着尸体离开了牢房。李道脸上毫无表情，对这种场景早已司空见惯。他知道士兵割耳朵的目的，左耳代表功劳，而在这个世界，功劳意味着生存的希望。然而，要想离开死囚营，需要积累足够的战功，这对大多数人来说是一种遥不可及的梦想。但现在的李道不再绝望，他决心通过系统的能力凑齐足够的战功，离开这个恶劣的地方，过上更好的生活。定个小目标，凑齐500个敌人的左耳，离开死囚营。李道暗自下定决心。时间匆匆流逝，1周过去了，李道仍然像往常一样坐在角落，吃着泡发的面饼。这1周，因为他之前的行动，牢房里的人都学会了敬畏他，不敢轻易招惹。但也因此，他没能有机会利用系统提升自己，心中有些后悔，但又无可奈何，只能暂时忍耐。突然，牢门外传来一阵嘈杂的脚步声，吸引了众人的注意。一个身穿铠甲、地位显赫的士兵带着狱卒走了进来，引起了死囚们的警觉。这位士兵名叫刘副长，带着一项任务来到死囚营，需要挑选20名死囚。听到这个消息，死囚们个个心惊胆战，因为被选中几乎等同于被送上战场送死。在狱卒的挑选下，李道所在的牢笼被选中了。他们被告知要去执行一项任务，但具体内容却一直未知。随着一番混乱，20名死囚最终被选定，跟随刘副长离开了牢房。在刘副长的带领下，他们来到了一个帐篷，准备出发执行任务。刘副长告诉他们，任务是偷袭北蛮的一处小营地，如果成功，将会有战功，并且会有丰盛的奖励。听到有肉有酒的奖励，许多死囚都兴奋起来，但李道却保持冷静。他知道，面对真正的战斗，光靠一顿大餐是远远不够的。夜幕降临，李道和其他死囚被发放了武器，虽然质量不佳，但他们还是接受了。在刘副长的带领下，一行人开始了前往目的地的行程。深夜，草原上的篝火闪烁，投下诡异的影子。李道和一群死囚们跟随着刘副长的指引，眼睛紧盯着远处的篝火。那里是北蛮草原上游牧蛮人的营地，他们身穿奇装异服，神秘而野性。刘副长的计划简明扼要，死囚们充营放火，制造混乱，吸引敌人的注意力，让大前王朝的士兵可以绕后袭击。死囚们听了，心中忐忑，但刘副长的承诺让他们稍感安慰。随着夜色的掩护，一行人悄然接近北蛮军队的营地。刘副长命令2名士兵解决哨兵，接着死囚们被要求等待哨声响起，然后行动。李道默默跟在队伍中间，握着手上的破旧刀，充满紧张与恐惧。哨声响起，这是开始的信号。死囚们毫不犹豫地冲向北蛮军营，呐喊声在夜幕下响彻。北蛮士兵们也立刻做出反应，拔起武器，准备战斗。在北蛮军营中，李道小心地靠近帐篷，用刀点燃火堆，制造混乱。
突然，一声哀嚎响起，李道回头一看，见一名死囚被北蛮士兵打倒在地，绝望的求饶。北蛮士兵毫不留情地斩下了他的头颅，鲜血溅洒。北蛮士兵注意到李道后，毫不犹豫地冲了过来，挥舞着长刀。李道勇敢地挡住了他的攻击，两把刀交击，火花四溅。北蛮士兵震惊地发现，李道虽然看起来瘦弱，却有着惊人的力量。李道没有时间思考，他只能全力应对。他挥动袖刀，将北蛮士兵的长刀挡开，然后猛砍对方的脖颈。然而，袖刀卡在了北蛮士兵的脖子上，李道感到一阵惊慌。北蛮士兵痛苦地倒地，李道心中默念：“不好意思。”他拿起地上的长刀，果断地割下了北蛮士兵的左耳。就在李道准备点火的时候，他突然听到帐篷里传来一阵动静。他心中一动，小心地靠近帐篷门帘，准备等待。很快，一个人从帐篷里钻了出来。李道毫不犹豫地挥舞手上的长刀，血光四溅，又一名敌人倒下了。帐篷里的声音被打断了，但李道并不惊慌，反而决心更加坚定了。他毫不犹豫地钻进帐篷，面对着帐篷内的北蛮士兵，又是一刀，鲜血洒在白色的帐篷上，将帐篷内的声音永远地压制了下去。随着北蛮士兵断气，系统提示音如期而至。李道心中一喜，又获得属性了。他迅速将可用属性全部加在体魄上，感受着热流在体内流转，身体变得更强壮了。体魄快接近一般人的 2.5 倍，自保能力也随之增强。但李道知道这还不够，他需要将属性堆到10，才能真正获得安全感。听着外面的喧闹声，李道决定离开帐篷，拿着2名北蛮士兵的左耳，他果断走向战场。在另一边，刘府长吹响了进攻的号角，北蛮军营陷入了混乱，但李道凭借着超乎常人的体魄，轻松地解决了战斗。他手握长刀，四处游走，与北蛮士兵交手，一路上杀得风生水起。大前士兵们也发现了他的存在，以他为首，开始对北蛮士兵进行清理。李道助一名大前士兵挡住敌人的长刀，然后反手一刀将敌人送走，获得了一次系统提示。但当刘府长发出投降的命令时，李道却感到不安。他不愿放弃战斗，因为杀敌才能获得属性。于是他毫不犹豫地拿起另一把刀，继续与大前士兵们一起战斗。面对李道的凶猛，北蛮士兵们纷纷投降。然而，一名北蛮士兵却在投降后挑衅李道，导致李道再次出手将其斩首。其他北蛮士兵震惊不已，但李道却淡然地说道：“抱歉，手滑了。”突然间，一声震耳欲聋的喝问划破了宁静：“谁在杀俘？想死不成？”这声音如同一道闪电，瞬间引起了所有人的注意。刘府长闻声而来，一双冷酷的眼睛扫视着人群，他的目光锐利地落在一个身影上。是谁在杀俘？他的声音冷厉而坚定，带着无可动摇的权威。人群中的李道被盯得有些不自在，他随手将手中的刀丢掉，面对刘府长的质问，淡然地回答道：“9527。”刘府长的眉头紧皱，他惊讶地看着眼前的李道：“你是死囚营的？”李道没有否认，只是淡淡地点了点头，似乎对自己的身份并不在意。一时间，所有人都陷入了沉默。对于死囚的存在，他们早已有所耳闻，但一个能够在战场上如此勇敢地作战的死囚，对他们来说仍然是前所未见的。刘府长意识到与一个死囚计较已经没有意义，他决定简单处理此事。毕竟，李道的勇敢行为在某种程度上也为大前士兵争得了胜利。在战斗结束后，大前士兵们开始打扫战场。虽然李道的行为让人震惊，但他的勇敢也为大前士兵们赢得了胜利。因此，没有人再提起对他的指责，一切都恢复了平静。李道环顾四周，发现一处篝火边有一只烤羊腿，他毫不犹豫地抓起来大块朵颐，啃啊啃，仿佛没吃过一样，味道回味无穷，仿佛久违的美味。心中默念着面板，顿时一张面板弹出，上面显示着他的属性。经过激战，体魄已达常人的3倍，且厮杀中积攒了许多属性。他将所有属性都注入体魄，瞬间热流涌动体内，加强身体。但与之而来的是更强烈的饥饿感，他不由得一口咬下，连骨头也一同咬碎。热流退去，他的身体强度再次攀升，达到普通人的4倍以上。想到自己如今的力量，他自信满满，若用破伤风之刃，轻而易举地斩断一人。体魄提升不仅带来力量，还有体力、恢复力、速度和反应，让他在战场上无往不利。毕竟速度和反应也会随之增加，让他在战场上几乎无敌。李道意识到这只是个开始，随着时间推移，他的实力将不断增长。战场很快清理完毕，李道吃饱喝足，对比死囚营的食物，这些烤肉已是人间美味。突然，刘府长出现在他身边，询问他是否会骑马。李道自信的回答是，毕竟曾经接受过骑射训练。刘府长让他跟随部队一同返回，
提醒他不要做出错误决定。李道随着部队返回长谷镇，刘副长将手镣脚镣递给他。对李道而言，这只是过渡，他迟早会丢掉。回到死囚营，其他囚犯见到他回来，不禁一愣，没想到他还能活着回来。李道并不在意，选择一个角落休息，很快便进入梦乡，不再担心被偷袭，因为他的感知力已经超乎常人。这一天，李道睡了足足8个时辰，直到第二天中午才渐渐清醒过来。他伸了一个懒腰，全身发出一阵噼里啪啦的作响声。突然，一股香味钻进他的鼻子中，仿佛有一场美味在等待着他。李道闻到肉味和酒味，心中顿时充满了渴望。在牢房中，死囚们闻到了这诱人的香味，他们像被狂热的欲望驱使着，盼望着能尝一口肉或者喝一口酒。当狱卒端着木盘上有烧鸡和酒的食物走进牢房时，死囚们更是兴奋不已。李道被称呼，这让他意外地获得了一份奖励。接过肉和酒后，李道淡笑着感谢狱卒，并端坐在墙边享用美味。周围的死囚们眼馋地望着他的食物，甚至有人请求着想要一口。但李道面对这些请求时，却不动声色地展现出了自己的强大。吃完饭后，李道靠在墙边休息，周围的死囚们失望地看着他。他们原以为能舔一舔鸡骨头，但李道竟然连骨头都吃得干干净净。李道并不在意这些人的失望，他默默将收获的属性加在了体魄上，感受到自己的力量再次增强。在牢房里，李道听到了门外的脚步声，一个狱卒出现在牢门前，他一边打开门，一边对李道喊道：“9527，出来一趟。”李道慢慢地站了起来，伸了个懒腰，然后拖着沉重的手铐和脚镣向牢门走去。他看到牢房里的人们都露出了嘲讽的表情，他们认为李道第一次成功完成死囚任务只是运气好，这一次肯定会死在外面。李道走出牢房后，很快就遇到了刘副长。9527，我没有食言吧？刘副长主动和李道打招呼。李道微微一笑，肉很好吃，酒也好喝。刘副长和李道似乎已经有些熟悉，他上前拍了拍李道的肩膀，笑着说：“如果这次任务也能完成，奖励会加倍。”听到这话，李道眉头一挑。刘副长，看起来这次任务挺不简单的。刘副长收敛笑容，低声说道：“这次任务确实有些难，我们需要伏击一支北蛮骑兵队。”李道听了，心里有些忐忑。北蛮骑兵以其勇猛而著称，对付起来十分困难，但他并不感到害怕，反而感到兴奋。在与人战斗时，他更多的是兴奋而不是恐惧。他相信自己的实力，也相信系统的能力。这次任务虽然困难，但他有信心完成。李道和刘副长聊天的时候，许多死囚被带了出来，领着各种各样的武器。刘副长没有直接回答李道的问题，而是看了看李道的衣服，暗示着他们要打头阵。李道一行人被带到一处军帐，换上了战斗服装，然后听刘副长讲解任务。当听说任务是伏击北蛮骑兵时，许多死囚都露出了抗拒的表情，但看到周围的大前士兵已经拿出了武器，他们也不敢多说什么了。刘副长让士兵们发下武器，这次发给李道的是2把崭新锃亮的长刀，而其他死囚得到的武器则不够好。听到这里，许多死囚开始抱怨，但刘副长打断了他们的话，说他们可以自己去从北蛮士兵那里抢。接着，刘副长向李道暗示他可以说服其他人。李道点了点头，然后对其他死囚说：“谁不服站出来，打赢我这2把刀就归属谁。”一个身材高大的黑汉立刻站了出来，嘲讽地对李道说：“小白脸，你现在把手上的2把刀主动给我，我可以考虑下手轻点，要不然我可能一不小心打死你。”李道没有多说，只是简单的挥刀，结果却出乎意料，李道的刀完好无损，而黑汉的刀却被李道一刀砍断了一半。下一秒，黑汉便被李道一刀击败，鲜血喷涌而出。系统提示李道获得了属性，他眼前一亮，这个黑汉给了他不少属性。黑大汉的尸体摔倒在地，仿佛也重重压在死囚们的心头。原本还有些人感到可惜，现在却都变得庆幸起来，庆幸自己没有像黑大汉那样草率出手。刘副长环顾着一众死囚，问道：“还有人敢反对吗？”死囚们连忙摇头，尸体还在冒热气呢，他们哪敢有异议。刘副长点点头，那就准备行动吧。2个时辰过去，一行人来到了埋伏地点。这里是2座山峰的交汇处，一条古道穿梭其间，两旁是茂密的山林。他们的任务是在北蛮骑兵到达时迎头阻击，配合刘副长和他手下的士兵将他们围歼在此处。刘副长安排好死囚们的位置，待命，然后派出2名侦察兵去监视北蛮骑兵的动向。李道抱着长刀靠在一棵树下，专心地磨着刀刃。虽然他力气很大，但他知道用刀比赤手空拳更有效率，因此保养武器尤为重要。与此同时，他也在吸收着黑大汉的体魄属性，让自己变得更加强大。不久，探子回来了。副长，北蛮骑兵快到了。刘副长迅速站起，准备好，待我一声令下，
全体出击。李道拿起长刀，默默地走到他的位置。由于已经经历过一次，这一次没有了那么多的紧张，反而充满了期待。随着时间的流逝，远处的山道上出现了北蛮骑兵的身影。李道敏锐地感觉到周围死囚和大前士兵的紧张气氛，毕竟北蛮骑兵以其凶悍的名声令人闻风丧胆。当北蛮骑兵慢慢靠近埋伏地点时，刘副长已经准备好下令了。一声哨响，埋伏的士兵们纷纷对准北蛮骑兵放出密集的箭雨。然而，北蛮骑兵迅速做出了反应，从马上取出铁盾挡住了箭雨大部分攻击。刘副长心中一紧，意识到情况不妙，但已经来不及了。死囚们听到信号，蜂拥而出。李道也意识到了问题，但他决定跟随着死囚们，毕竟凭借自己的体魄还有逃跑的机会。刘副长见状，毅然下令：全军出击！北蛮骑兵准备周密，他们从马上掏出长矛，对准冲过来的死囚们刺去。许多死囚被贯穿身体，剩下的也被吓得畏缩不前。但李道毫不犹豫地挥起长刀，冲入敌阵。他的体魄让他能够轻易地闯过长矛的防线。北蛮骑兵们对此感到震惊，但他们毫不示弱，立即展开了反击。李道面对着第一排的北蛮骑兵，准备应对他们的长矛，但后面的北蛮骑兵却突然出现了，几根长矛直奔他而来，目标明确，几乎要命。然而李道保持着冷静，用强大的专注力避开了这些攻击，然后毫不犹豫地冲向了北蛮骑兵。他的出手迅速而准确，一名北蛮骑兵连同他的马一起倒地。李道的举动让周围的北蛮骑兵们清醒过来，他们纷纷拔出长刀，对准李道展开了进攻。李道立即翻身上了刚才被他杀死的北蛮骑兵的马上，挥舞着长刀还击。他毫无征兆地突破了北蛮骑兵的防线，打乱了他们的整体阵势。这个意外的行动给了刘副长一个惊喜，他立刻下令将部队的注意力转移到9527所在的位置。这一举动缓解了北蛮骑兵对李道的压力，使他有了更多的发挥空间。李道身体强壮异常，但在北蛮骑兵的包围下，他也感到了困境。幸运的是，刘副长的支援到来，给了他重新振作的机会。骑着战马，李道挥舞着长刀，勇猛地冲入战场。他的刀法凶猛，每一刀都带着毁灭性的威力，使得敌人节节败退。李道不断斩杀敌人，每一次击倒都让他感到胜利的喜悦。然而，当他冲过一片混乱的战场时，他突然发现自己已经冲出了敌人的包围圈。看着敌人在自己人手下惨死，李道心中感到一阵滴血。这些都是他的战利品，他的属性点。于是他立即调转马头，再度冲入战场。这一次，李道变得更加聪明，专门对付那些可以一刀毙命的北蛮骑兵。他斩杀敌人的速度越来越快，而系统不断提示着他获得的属性点。然而，他的惊人表现引起了北蛮骑兵头领的注意。头领决定亲自出手，与李道展开激烈的厮杀。就在一次攻击即将命中李道时，刘副长及时出现，挡下了敌人的攻击。北地蛮子，你堂堂一个后天武者，欺负一个普通人，不太好吧？后天武者，听见这个词汇，李道不由一愣，脑海中突然回想起了一段时的记忆。在那个年纪，李道还是个小孩子，只有7岁大。他回忆起那个时候，家里请来了一位老道士，一个看起来很神秘的人。这位老道士检测了他和他的妹妹的资质，发现妹妹的资质很好，可以修行。爸爸听了很开心。可是更令人惊讶的是，他的未婚妻的资质却是极品。这位老道士也很吃惊。爸爸问道士有关妹妹的事情，但道士说他所在的道观不能收女弟子，建议送妹妹去一个专门收女弟子的地方。最后，道士还检测了李道的资质，发现他无法修行。爸爸虽然有点失望，但还是接受了这个事实，决定让李道过普通人的生活。李道回忆到那个时候，妹妹被一个神秘女子带走，而他自己则开始过着自由自在的生活。但随着时间的流逝，他的父母去世了，他也变得放荡不羁。他以前以为自己能够依靠系统在古代成为强大的存在，但现在他却发现了修行者的存在。他感到复杂，但很快他就决定要变得更强，即使不能修行，他也有其他的方式来变强。至于修行者，他以后再慢慢了解吧。他站在战场上，目睹着刘副长和北蛮领队之间的对决，双方剑拔弩张，气势汹汹，每一次的交锋都能激起漫天火花，仿佛星星在夜空中闪烁。北蛮领队高举手中的长刀，刀光闪烁，刀锋寒芒逼人。他使出了狂风刀法，劲风夹杂着刀锋呼啸而至，直指刘副长的面门。而刘副长同样不示弱，手持长刀，挥舞出无数刀芒，与北蛮领队的攻势相抗衡。李道观战之余，心中却有一股强烈的渴望，渴望变得更加强大。他的思绪转向了自己的内心世界，迅速操作着面板，将所有的可用属性点都投入到了体魄之中。随着属性点的加入，李道的身体仿佛被一股热流灌注，皮肤泛起一层红光，肌肉鼓胀，充满了可怕的力量。
突然，一名北蛮骑兵发现了李道的异常，企图趁机袭击。然而，在他举刀欲下的刹那，一道刀光比他更快的出现，将他击倒在地，鲜血如泉涌。李道不留余地，翻身上马，手持长刀，重新投入到战斗之中。凭借着突破后的强大力量，他如入无人之境，所向披靡，北蛮骑兵纷纷败退。战斗的激烈吸引了更多的大前士兵，他们跟随着李道一同冲锋杀敌，战场局势逐渐倾覆。而这番动静也引起了刘府长和北蛮领队的注意。刘府长看到眼前的战局，兴奋不已，而北蛮领队则暗自愤怒，却也不愿示弱，继续与刘府长厮杀。在一次交锋之中，北蛮领队刀法突变，使出了更加凶猛的狂风刀法。他以为可以一举击败李道，却不知道李道早已准备好了。李道迎上前去，双方刀锋相撞，但这一次李道的力量更胜一筹，他内心的强大力量爆发出来，一刀闪过，北蛮领队的刀身竟然断裂开来。北蛮领队震惊地发现自己竟然败在了李道手下，身上的铠甲破碎，鲜血如泉涌而出。与此同时，系统的提示音在李道脑海中响起。李道看到系统提示，心中不禁一阵惊讶。北蛮领队的属性至少是普通人的7倍以上，但他之前观察到领队的身体强度并不高，可能只是普通人的2-3倍。想必是因为他是修行者，拥有一些普通人所没有的属性，比如真气。李道心念一动，将从北蛮领队身上掉落的属性加到自己身上。接着，一股熟悉的热流涌上心头，尽管感觉没有之前那么强烈，可能是因为他的体魄已经适应了这种程度的强化。他的体魄已经快要达到一开始的目标，几乎是常人的10倍。不过，现在是时候提高自己的目标了。毕竟，在这个冷兵器时代，拥有普通人10倍体魄就足以令他威风凛凛。但如果涉及到修行者，情况就不同了。没有几百点的体魄，他很难感到安全。另一边，刘府长看着9527斩杀北蛮领队，心中既惊讶又兴奋。他原以为9527能和北蛮领队战斗10几个回合已经很不错了，没想到他居然能将对方杀死。他立刻高声喊道：“你们的领队已死，还不快快投降！”北蛮骑兵们望向倒地的领队，士气迅速下降，战斗力也急剧衰退，连阵容都支撑不住了。领队一死，他们几乎没有胜算了。终于，一名北蛮骑兵抵挡不住死亡的恐惧，放下武器下马投降。接着，其他人纷纷效仿，很快所有北蛮骑兵都投降了。李道心中一阵唏嘘，早知道就不先解决北蛮领队了，而是先收拾这些北蛮骑兵。但他转念一想，如果他不出手，刘府长很可能会死在北蛮领队手上，届时情况就会变得非常糟糕。总的来说，这次的收获已经相当不错了。出来时他的体魄还不到5点，如今已经接近10点，提升了1倍多。突然，他注意到北蛮领队铠甲断裂处有东西，好奇心驱使下，他走过去蹲下查看，发现一个带血的黄色布匹被卡在铠甲缝隙中。他伸手拿出来一看，里面装着2本书，一本名为《黄日诀》，另一本名为《狂风刀法》。李道愣了一下，这竟然是修行功法和刀法，看来是北蛮领队修炼的功法和刀法。9527，你运气不错。刘府长的声音突然响起。李道回头一看，刘府长已经在他身后。这东西需要上交吗？李道问道。虽然他也不打算隐藏这2本书，因为隐藏不住。他知道被捉回去后会被搜身，什么都藏不住，除非采取那种方式，但李道死也不会那么做。刘府长低声说：“按规定，战场上缴获的东西都要上交，但有时也有例外，你自己留着吧，我没看见。”说完，他走开了。李道笑了笑，看来这2次的表现让刘府长对他多了一些信任。对这位百夫长，他也颇有好感，毕竟对方曾主动出手救他。他将2本书放进怀里，准备晚上试着练习一下。虽然小时候老道长说他天生绝脉，无法修行，但万一老道长老眼昏花了呢？毕竟这年头骗子很多。半个时辰后，战场清理完毕，所有人集合在一起。刘府长对身边的士兵问道：“统计情况如何？”士兵拿出一张纸念道：“此次战斗，死囚营共出战55人，54人阵亡，仅1人生还。”话到这里，所有剩余的大前士兵目光齐齐看向不远处斜靠在一棵树下的李道。对于李道，这些大前士兵中，一些人是第1次见，也有人是第2次见，但无论是第几次见，李道都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李道站在那里，身姿挺拔，眼神坚毅，他不是一个普通的囚犯，而是一个拥有非凡力量的男子。随后，刘府长一挥手，大前士兵们开始收拾战场，准备返回。不久后，李道跟随着刘府长的队伍再度返回长谷镇。这一次，他被刘府长专门押送进死囚营，为了保护怀中的2本书。刘府长在送他进去前，低声对他说：“就送你到这里了，
你救了我的命，需要什么尽管告诉狱卒，我会尽力帮助你。李道点了点头，走进死牢。在牢房里，他重新与牢友们相遇，他们对他的回归感到惊讶，但也充满了敬畏之情。不久后，一名狱卒端着食物和酒来到李道的牢房，这是刘副长让我送给你的。狱卒递给李道食物，态度异常客气。李道接过食物，感激地道谢。他静静地坐在角落，享用着食物，没有人敢轻易冒犯他。他的存在让其他囚犯感受到了差距，他也因此获得了一丝自在。吃饱喝足后，李道闭上眼睛，开始修炼。他打开一本名为《黄日诀》的功法，尝试着提炼真气。然而，尽管他付出了努力，却一无所获。他心中有些失落，但很快就释然了。他知道自己的真正力量来自于系统赋予的体魄，而不是修炼功法。于是他又拿出了狂风刀法，准备尝试另一种方式。他没有被挫败，因为他知道无论遇到什么困难，他都会坚持不懈，永不放弃。李道打开了狂风刀法，这本秘籍与他之前所见的修行功法大相径庭，充满了图文结合的内容。他凭借着过人的记忆力，迅速将整本书的内容牢记于心，并将秘籍放回怀中。没有刀可用，他只能在脑海中想象演练狂风刀法。体魄的强化使他的精神力量达到了普通人的10倍，即使只是在脑海中演练，他也能清晰地模拟出狂风刀法的招式。半个时辰后，李道睁开双眼，眼中闪烁着凌厉的光芒。他感觉手中仿佛已经拿着刀，能够完美地施展狂风刀法。他甚至能轻易地看破敌人的刀法，准备将其化解。这种新技能似乎是他体魄强化后的附带效应。在过去的1周里，李道并未接到新的死囚任务。在牢房里，他只能无聊地打盹或者研究狂风刀法。经过7天的研究，他成功地精简了狂风刀法，使其更适合自己的身体魄施展。这种改造后的刀法更适合他在战场上收割敌人的性命。一天，当李道正在闭目养神时，突然传来了脚步声。他睁开眼睛，看见刘副长出现在牢房外。9527，跟我来。狱卒打开了牢门，李道跟随着刘副长走出牢门。又有任务吗？李道问道。刘副长示意狱卒解开了李道身上的手铐脚镣，然后说道：“跟我来，你就知道了。”他们很快来到了一扇门前。李道转头问刘副长：“这是哪里？”刘副长神秘地回答道：“这就是我带你来的地方，进去你就会知道了。”他保证道：“别担心，这绝对不是坏事，可能是好事，但具体情况得你自己看着办。”说完，刘副长打开了门，示意李道进去。李道心想，既然已经来到这里，只能一步步往前走了。他走进门后，眼前出现了一条昏暗的通道，通道尽头闪烁着一抹亮光。凭着他超乎常人的感知，他能感觉到几个人在亮光处。李道缓步走向亮光处，但当他快要接近时，他察觉到这些人的气息和普通人不同，与刘副长和之前的北蛮领队相似，应该也是修行者。走到通道尽头，他看见了一间房间，里面站着5个人，其中4个十分引人注目。最靠近他的一个人竟然有着惊人的身高，2.5米，身材壮硕，宛如小巨人般，站在那里就给人一种压迫感。他的气息让李道感觉仿佛面对一只野兽，但这个人似乎没有察觉到李道的目光，只是转过头去靠在墙边。李道的目光转向小巨人旁边的一个娇小身影，这个人身材干瘦，不到1.2米，全身脏兮兮，看起来很野性，甚至有些疯狂。他也察觉到了李道的目光，发出威胁的眼神和一声嘶吼，露出一口锯齿状的牙齿。另外2个人相对正常一些，一个中年胖子满脸猥琐，另一个是嘴里唠叨个不停的老头。唯一一个看起来正常的人是站在中间的一名中年男子，身穿铠甲，等级似乎比刘副长还高。他给李道的感觉是这些人中最危险的。你终于来了，中年男子微笑着说道。我是魏云，威武营大统领。李道有些惊讶，因为他知道驻扎在长谷镇的军队就是威武营，而大统领是最高长官，也是刘副长的上司。魏云笑道，接着解释道：今天让你们来这里，是想请你们帮助我们威武营解决一些问题。李道眉头一挑，正准备发表意见，却突然有人跳出来反对。那个中年胖子毫不客气地说：我可不会帮助你们朝廷干事。说完，他转身离开，似乎打算直接走出去。魏云却依旧面带微笑，看着胖子的背影，自语道：算了，我原本还想让你们帮忙，事后我还给你们户籍，放你们自由呢。在一瞬间，众人眼前一亮，惊讶地发现中年胖子沈三如同一阵旋风般闪现在魏云面前。他眼中闪着兴奋的光芒，紧抓着魏云的铠甲，激动地说道：你说的是真的吗？你能给我户籍，还我自由？魏云微微一笑，肯定道：我说的是真的，但你一个人的同意不够，你需要让其他人也同意。沈三转头看向其他4人，
振臂大喊：“你们还等什么？这是自由之路！”老人干咳一声，提出了他的条件：“我同意，但你必须给我当一次药童。”沈三脸色一变，但最终只能无奈的妥协。老人自信地说：“放心吧，我从未要死过人。”听了魏云的确认，沈三勉强相信了他一次。李道提出了自己的问题，要求魏云明确任务数量。魏云提出了10项任务，但被李道拒绝了，最终达成了3项任务的协议。沈三对此感到无比惊讶。李道则趁机提出了第2个问题：是否有必死的任务？魏云保证绝不害人，让李道稍微放心了些。见李道同意，沈三松了口气，然后将目光看向剩下的2个人，一个小巨人，一个小疯子。深吸一口气，沈三决定先解决看起来最好对付的小疯子。魏云提醒他要小心，但沈三却信心满满。他以1炷香的时间和小疯子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追逐战。房间内2道人影快速穿梭，沈三在逃跑，小疯子则疯狂地追赶，发出震耳欲聋的嘶吼。沈三全身破烂，被小疯子咬伤，无奈之下，他向李道求救。老头和魏云都无法干涉，只能眼睁睁地看着。沈三寄希望于李道，但李道却毫不留情地将他踢开。随之，小疯子朝李道扑来，李道迅速反应，一把抓住小疯子的脖颈，将其制服。沈三从地上爬起，满脸幽怨地责备李道太过用力，但李道并不理会，他只关心眼前的小疯子。为了制服他，李道决定让他体验一下大风车的滋味。他将小疯子提起，开始旋转。小疯子挣扎着想要逃脱，但随着旋转的加速，他的眼神逐渐从疯狂变成了惊恐和迷茫。